大家好，我是败家女，东汉才女蔡文姬，名衍，字文姬。她是大文学家蔡邕的独生女，自幼聪慧过人，博学多才，文学、音乐、书法无所不精。据传，蔡邕有一把用桐木制成的交尾琴，因桐木尾端被火灼烧过，故称交尾琴。此琴音色绝美，是中国四大名琴之一。有一次，蔡邕正在弹琴调音，年幼的蔡文姬在旁玩耍，仅凭听力，竟能准确地指出第几根琴弦断裂。她过人的音感令蔡邕惊叹不已，从此对这个女儿更加悉心栽培。然而时代的巨浪却向这位原本应该拥有锦绣般人生的少女无情地袭来。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蔡邕因受董卓的牵连死于狱中。此时南匈奴趁机南下劫掠，蔡文姬在战乱中被匈奴骑兵俘获，并被南匈奴左贤王当成了战利品而收为己有。蔡文姬长达12年的塞外流离生活就此展开。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环境艰苦的辽阔草原中，她常常以泪洗面，郁郁寡欢，只能将无尽的乡愁与哀怨寄托于写作与音乐之中。没想到曹操统一北方后，不忍固有唯一的血脉蔡文姬流落塞外，竟不惜重金将蔡文姬从匈奴手中赎回，能够重返故土，本是天大的喜事。但此时蔡文姬已为左贤王生下两子，奉旨归汉就意味着要与亲生骨肉永别。虽说她是以战俘的身份被左贤王纳为妾室，并非明媒正娶的婚姻，但孩子的诞生让她陷入归汉与别子的痛苦深渊。身为母亲，这种离别岂只是肝肠寸断、撕心裂肺所能形容。归汉途中，百感交集的蔡文姬将这些曾经的磨难与屈辱化作了千古名作《胡笳十八拍》，拍即段落之意。这组乐曲总共18段，从被掳、思乡、别子到归汉的整个心路历程，一字一泪，如泣如诉，感人肺腑。战乱的残酷，思乡的煎熬与别子的剧痛，蔡文姬悲欢离合的一生，在胡笳十八拍的乐曲中不断地被后世传唱。从第1拍至第6拍，写的是乱世被掳的惊惶与屈辱。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作衰，点出个人命运与国家衰亡的紧密关联。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族流亡兮共哀悲，描述战争导致人民的流离失所，荣节逼我兮为世家，将我行兮向天涯，写自己被匈奴掳掠的惊恐与无助，瞻求为上兮骨肉震惊，结山为畏兮罔恶我情，写塞外生活的艰辛与不适。然后第7拍至第11拍写的是思乡之情与身心的煎熬，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至兹8拍兮拟排忧，何知曲成兮心转愁。说明胡帝的风沙与音乐加深了自己对故土的思念与个人的愁苦。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触我天南海北头？他只好向天地神明提出悲愤的控诉与质问。
喜得生还兮，逢圣君。皆别质子兮，会无因。时有二拍兮，哀乐君。去住两情兮，难俱陈。当得知能够归汉时，他的心情并非纯然的喜悦，而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痛苦。从第12拍至第17拍写的是归汉别子的撕心裂肺与殷殷思念。16拍兮，思茫茫，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说明与亲生儿子永别是何等的痛苦不舍，令人肝肠寸断。最后第18拍说：胡与汉兮，意欲疏风；天与地隔兮，子兮母东。苦我怨气兮，好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不容。他将这身不由己的命运归咎于是战乱造成的悲剧。胡笳18拍被后人誉为灵魂之悲歌，不但成为蔡文姬艺术生命的象征，文姬归汉亦被改编成各种戏剧曲目，代代传唱。另外，蔡文姬还有一首悲愤诗传世，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汉末叙事诗的双璧，是中国古代自传体长诗的代表。全诗总共108句，题材与胡笳18拍一样，讲述时代的苦难与个人的遭遇。说他既遭国破家亡，又被迫母子分离，情感真挚而沉痛，语言质朴而震撼。这首字字血泪的乱世悲歌，至今仍被推崇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旷世杰作。汉纪诗权柄，董卓乱天长，智欲图篡世，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庸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降着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宾皆胡羌，猎野为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节仪。尸骸相称句，马鞭悬南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环顾渺冥冥，干皮为烂斧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具欲言，不敢与失意。积危间，折言必降虏。要当以停刃，我曹不活。如岂复袭，性命不堪其力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病下。旦则豪气行，夜则悲吟作。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亦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恶祸。首段写董卓之乱引发的社会崩坏，胡兵残暴杀戮，百姓流离失所，而自身被掳，受尽屈辱与折磨。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一里。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簌簌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折复非乡里。邂逅皎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节勉，当复弃儿子。天暑坠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阁，不忍与之辞。儿前报我景，问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人策，今何更不辞？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好气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
哀叫声催裂，马为力驰除，车为不转，则观者皆虚息，行路亦呜咽。其次，写在匈奴地的思乡之情，与或是归汉时却必须与亲生骨肉分离的矛盾与痛苦。去去歌情恋，传征日霞迈，悠悠3000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初父子，兄义为催败。既至家人近，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丛横莫复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嚎且吠。茕茕对孤井，达乍迷肝肺。登高远眺望，浑神忽非是。眼若受命尽，旁人相宽大。为父强势兮，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蓄力。流离成比剑，常恐复捐费。人生几何时，怀忧中年岁。最后写归汉后，见家园残破，亲人尽逝，虽然再嫁，内心却藏住巨大创伤，终生饱受忧思之苦。文姬归汉后，曹操忧其晚年孤苦无依，便做主将她许配给屯田都尉董嗣。对董嗣而言，娶一位名满天下但经历复杂、年长于己的女子文姬，此时应已年过30，最初或许并不情愿，对待文姬十分冷淡。根据《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董嗣后来犯了死罪，蔡文姬得知后，匆匆赶往曹操的府邸为夫求情，情急之下竟忘了整理仪容，在众卿名士前头发凌乱，赤脚蹒跚，缓步低头上前请罪。他神情凄婉，言辞恳切，众人皆为之动容。曹操不愿再见到这位命运多舛的女子，晚年又遭逢厄运，因而赦免了董嗣。经过这次患难见真情的经历，董嗣与文姬的夫妻关系逐渐变得和谐美满。这位一生坎坷的才女，总算在这段婚姻中得到了最终的归宿，一个让她得以在安稳中度过余生的避风港。蔡文姬的人生遭遇是一个苦难时代的缩影。清代诗人张朋和说：“家拍凄凉折变声，伤心不忍忆前生。”那段往事痛苦到连他自己都不忍回忆。但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却认为，蔡文姬的遭遇比起其他在乱世中的普通老百姓，仍算是幸运的。忆昔南阳有卧龙，眼明惊破隆中宫。又闻蔡琰归汉时，鬓影惊亏胡骑尘。哀哉穷子今无归，10年复兴山岳微。意思是，诸葛亮虽处乱世，但得明君赏识，终能施展抱负；而蔡文姬虽身陷胡地12年，却还是等到被曹操赎回，归返故土的一天。回首当年身陷战事的惊惶与艰辛，可怜的贫苦百姓却连回家的机会都没有。所谓却怜孤冢烟荒草，谁更增眷属？穷子处境可是更加悲惨呐。